为什么我总是想哭却说不出来？悲伤的求救讯号。他是一名业务主管，外表光鲜亮丽，应对进退得体，白天带着团队冲业绩，笑着陪客户聊天，晚上回到家，卸妆后的第一件事是关灯，缩在沙发角落静静落泪。他说不上来自己哪里不对劲，只是越成功越空虚，越笑越想哭。我是不是太脆弱了？是不是我想太多了？他反复这样对自己说，然后在隔天的早晨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又穿起专业西装出门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时刻？情绪明明快要满出来，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当有人问你，你还好吗？你却只是笑着回答，我没事啊。但那些眼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你说不出来？悲伤不是脆弱，是内心的求救讯号。在许多人的观念里，悲伤是一种负面情绪，是不该展现的脆弱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，不要哭，没出息，你要学会勇敢一点，再难也要撑下去。于是我们学会压抑悲伤，强颜欢笑，用理性盖住感受。但其实悲伤不是软弱，而是内心最真实的求救讯号。就像身体的疼痛提醒我们你受伤了，悲伤则提醒我们你的心需要关注了。问题是现代人太会假装没事，以至于连自己都忘了心里其实一直在喊救命。那些不像悲伤的悲伤其实很常见，悲伤从来不只有一种样子，它可以很有礼貌，很闷骚，很绕圈圈。以下几种悲伤的伪装术，你中了几个？一、无力型悲伤，提不起劲。你并不哭，但每天醒来都觉得很疲倦，连喜欢的事也失去兴趣。看似只是懒散或能量低，其实是悲伤堵住了你对生活的热情。二、暴躁型悲伤，动不动就火大。你最近情绪很敏感，别人一句话就让你怒气值爆表。其实你不是生气，而是太难过了，却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只好用怒气包装悲伤。三、社交型悲伤，笑着陪大家，但内心空洞。你在朋友面前开玩笑，主持气氛，但回到家却感到特别孤单。你用外在的热闹掩饰内心的寂寞，悲伤就这样藏在笑声背后，没人察觉。四、忙碌型悲伤，不敢停下来。你把行程塞满，不让自己有喘息时间，只要一静下来，就感到空虚。忙碌不是你真的有那么多事，而是你怕停下来就会崩溃。这些都是说不出的悲伤，但不说不代表它不在。现代悲伤的三大特征：模糊、孤立、无声。模糊，你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，你没有遭遇什么重大事件，但就是提不起劲，没有剧烈痛苦，却长期闷闷不乐。这种低频的悲伤很容易被忽略，心理学上称为微创型情绪，虽不剧烈，却持续耗损心理能量。孤立，你觉得没人能懂你，你尝试表达，
但别人不是说你想太多，就是劝你看开一点。于是你只好关上话匣子，把情绪藏起来，假装自己可以独自承担。但其实悲伤最怕的不是痛，而是没人理解，无声，你连哭都哭不出来。有时候你不是不想哭，而是连眼泪的开关都关闭了。这是一种身心疲惫到极点的状态，连释放情绪的能力都被抽干了，只剩下空洞和麻木。悲伤的语言藏在生活的细节里，你可能没说出口，但悲伤早已透过行为在说话。你最近食欲改变了吗？暴食或没胃口？你是不是对人际互动感到提不起劲？你开始不想接电话，不想回讯息，你常常感觉没有目标，生活空洞。你越来越需要透过购物、追剧、狂玩手机来麻痹自己，这些都可能是悲伤正在敲门的讯号。不是你懒，不是你废，更不是你玻璃心，而是你心里有话想说，却还没说出来。让悲伤有名字，才不会让它变成炸弹。当我们能说出我其实是在难过，这悲伤才会从炸弹变成讯息。心理学家指出，能够辨认和命名情绪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。悲伤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把它当成敌人，丢进黑箱里，久而久之，它会像渗水的墙面，看似无事，终有一日会崩塌。你可以不立刻解决悲伤，但你需要承认它，命名它，给它一个出口。我们都值得被安慰，也可以安慰自己。有句话这么说，不是眼泪代表你脆弱，而是你还有感觉。如果你最近常常想哭，却说不出来，请记得，你不是怪胎，也不是不够坚强，你只是太久没有人听你说心里的话，你只是太会照顾别人，以至于忘了自己也需要被照顾。悲伤是来提醒你，你也值得安慰，而安慰有时候不一定要来自他人。静静地坐下来，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懂你，最近真的很辛苦，这就是最温柔的开始。结语，眼泪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悲伤不是软弱，而是内心发出的求救讯号。许多悲伤都被伪装成倦怠、冷漠、暴躁、麻木。悲伤若不被表达，就会以其他方式渗透生活。命名情绪，承认感受，是自我疗愈的第一步。我们都值得被安慰，不需要为自己的难过感到羞愧。这堂课不是要你马上变得乐观开朗，而是要告诉你，想哭真的没关系。你可以说，我还不确定我怎么了，但我愿意开始听听自己的声音，因为能够诚实面对悲伤的人，才是最坚强的那个。